为了等这些东西到齐一起开箱，我已经等了很久了，现在迫不及待的想要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iPad Pro 以及它的周边产品的开箱。嗨，欢迎回来！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，对于 iPad 呢，有的话挺好的，但是没有好像也行，可能每隔几个月都要去苹果的官网看一下，然后觉得啊好想要，然后又觉得有点贵，好像也没有必要买，就这样纠结了好多年。终于作为今年我的生日礼物，然后我妈妈送给我了这一套 iPad Pro， 它的型号呢是这样子的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开箱吧，先来开这个 iPad。这次买的是银色，后面我这个也有 engrave 我自己的名字，从来都不会用的一个苹果贴纸。教你一下 iPad 的一些什么手势啊，充电头、充电线，这就空了。然后我现在赶紧拿一个膜，先给它贴上。我买了的是这个日本的品牌叫 Belmont， 我看了很多，然后好多 YouTube 博主也都推荐那个 Paperlike。其实有一些没有做它推广的博主，就是说那个品牌好像做了太多的推广了，但其实并没有那么好用。他们做了很多的实测，觉得这个品牌的类纸膜是最好的。这个膜贴上了之后，你那个屏幕就会像纸一样，就要用笔在上面写东西的话，就是非常好操作。贴膜小瓢上线，哇塞，我都不敢说话，我怕一说话口水喷上去。贴好了，哇，这个摸起来像是那种磨砂的感觉，好特别的一种手感呀！赶紧给它先穿上衣服啊！网上这个 iPad 的壳种类还挺多的，我就没有做太多功课，随便看到一个就买了。好，给它穿好衣服了。下一样最重要的 Apple Pencil。我在这个 Pencil 上面刻上了我的名字，磨砂的感觉，这个质感好好啊。还有什么？最后一样，我前面不是说一直纠结要不要买 iPad， 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呢，就是我看到我的钢琴老师用 iPad 来看谱，他有配套这样子的一个脚踩踏板，用脚踩一下它就会自己翻谱的这个，再也不用像小时候我们练琴的时候拿这么长的谱子，还要打印出来，还要粘好，然后还要在上面写笔记，时间长了的话它都变得皱皱巴巴，都变黄，还容易丢。现在全都可以变成 digital 了，这件事情简直太棒了。我也就买了这个，这叫 Page Turner， 是长这个样子的。你这个踩它不能有那种 click 的声音，这样的话你弹琴的话会比较受干扰。它就是这个，你看按也是没有声音的，还蛮好的。一个是翻上页，一个是翻下一页，这样子。它用蓝牙就可以连到 iPad 上，而且这个东西就很 handy，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，平常就是拿着也还挺方便的。发明这个的人真的太厉害了。第一次开机，今天的开箱就到这里，接下来呢就推荐给大家一些我觉得好用的 app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呢我用了这个 iPad 大概也有1个多月的时间了，所以来一个简单的评测吧。首先先说一下这个 iPad 的壳，上次的那个真的太不好用了，我真的看了好多，国内的国外的都看了，至今也没有买到一个特别满意的 iPad 壳吧。这个算是我最满意的了，但是它有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它真的非常的重。除此之外呢，它这个功能性真的非常的好。我为什么不喜欢之前开箱的那个呢？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这个 Apple Pencil 在上面经常充不上电，或者经常就断开连接，因为那个壳它是整个把 iPad 给包裹住的 ，Apple Pencil 放到壳的上面，所以有可能会接触不良。但是这个呢，它留了一个放铅笔的槽，所以呢就直接可以贴到 iPad 上面，它就不会出现笔充不上电或者是断开连接的情况。平常看它的时候，我就会以这样的角度放着，它还可以有这种非常低的角度，特别方便在上面写字啊什么的。之前的那一款以任何一个角度写字都是非常不方便的。它上面放铅笔的地方呢，也特别贴心的有一个这样的孔，写字写到一半觉得写完了就可以直接这么插进去就好了。还有一个特别好的呢，它有站立的模式，可以把 iPad 立住，也非常的稳。所以总体来说，这个壳的功能性我是非常喜欢的。只不过这一款大的 iPad 本身就已经挺重了，再加上这个真的不比电脑轻多少了。如果你们有很好用但是又很轻的 iPad case 的推荐的话，一定要推荐给我。我现在真的是找遍全网也没有找到。其实我也没有下载很多的 app， 第一个我最喜欢的，如果是学音乐的朋友一定要用的就是这个 ForScore， 它配合着上次介绍的那个脚踏板真的太好用了。看谱的同时踩上这个脚踏板，它就会这样自动翻页了。它还可以像现在这样平常勾勾画画呀，有荧光笔啊，写字啊，所以是目前我买 iPad 觉得最喜欢的一个 app。光是为了读谱这一个功能，我就觉得 iPad 买的太值了，我太喜欢了。然后第二个 app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个 GoodNote， 尤其如果是学
学音乐的朋友也是非常推荐的，因为它有非常多种形式的纸张可以选择，其中也有这一种五线谱，平常就画一画五线谱啊什么的，非常的方便。像这种记笔记啊，或者是 to do list， 它还有这样 monthly calendar， 就是自己可以 customize 的空间特别多。在这上面写笔记就和普通我们在纸上写笔记的感觉差不太多，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在纸上写的话，经常比如说写着写着没有地方了呀，或者是空间没有调节好啊之类的。但是在这边的话，比如说我写个 YouTube， 然后我觉得有点写小了，那就可以把它放大放小都可以。经常在纸上面写笔记也是你想写的非常工整，想写到居中的位置，可是写下来发现有点歪了，这个也是可以完全都可以调节的。你比如稍微写歪了，你就可以调到中间来。它的荧光笔也是做的非常的人性化的，是比如说你这样画了一次，它就是这样，然后你在上面再画一次，它就会加深，就像是在纸上写的感觉是一样的。你加上粉色，它就会有这种重叠的颜色。如果你想擦掉的话，就这样轻轻的拍两下笔的侧面，它就会变成橡皮擦。如果说你只想擦掉荧光笔的部分的话，它也可以这样只擦掉荧光笔的部分。还有一个，在我剪视频的时候，想在视频的界面加像这样或者是这样的这种手写的字卡在里面的话，也是可以在 GoodNotes 里面写，然后抠出来就可以了。下面的一个呢 Scan Thing 我也很喜欢，现在这样拍一下，自动把背景给它抠出去，只把产品留下来，做一个那种 PNG 格式的图片，这就非常适合做封面图啊，想要拍产品啊，不想拍到背景的时候，这个 app 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。Notion 我也很喜欢，但是我一般不会在 iPad 上进行编辑，都是在电脑里面进行 Notion 的编辑。在 iPad 上就是很好的可以去浏览，尤其有的时候在录视频的时候，可能稍微需要一些提醒啊，或者需要一个笔记的话，我就会把它放在这边。IMSLP 应该每个学音乐的学生也都知道的一个 app， 可以在上面搜索非常全的钢琴谱，而且让我非常惊喜的一点是，这个也是可以用来和它连接着去使用的。我以为它是只是跟 Foursquare 在一起，而且 IMSLP 你也是可以在上面做一些简单的勾画的。所以说实话，对于这种基础的用户来说的话， IMSLP 和 Foursquare 可能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，但是 Foursquare 功能可能更加强大一些。还有就是这个 Margin Notes 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app， 我目前还没有真的用它读过东西，特别适合学生去读一些 paper 啊什么的。我男朋友就会用它来读一些科研的文章。它非常好的一点就是，我们经常读一些文章的时候，你读完了之后，可能当时你知道了，但是后来你就马上就忘掉了，你也不知道它的重点是什么。即使你在上面勾勾画画画了一些东西，你再回来去看的时候，它很难有一个很好的结构吧，但它是非常好的。你在边画的时候，它就可以直接截取出你想要的那一段文字，自动 copy 到左面，形成这种思维导图。所以等你再想回来去回顾这一篇文章的时候，你就只需要看自己做好的这个思维导图就可以了，非常的方便，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梳理整个文章的脉络，而且节省很多时间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你要自己去做笔记的话，你还都要去手抄，可是用它的话，只要用笔这样轻轻的划一下，它就自动全都给你 copy 下来了，超级好。然后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就是这个 Medium， 它上面有非常多很好的文章，关于任何话题的都有。有的时候没事想打发时间的话，可以过来刷一刷，然后随便看一看呀什么的，就觉得还挺有意思的。然后就是这个很有名的 Procreate 了，它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画画的软件，它实在太强大了，所以我目前还没有太玩明白它。如果有画画需求的人的话，一定会需要的一款 app。然后有一个这个呢，就是没事来就是写毛笔字，写好了之后它会自动生成一个电子版，可以把它弄到自己 DIY 的贺卡里面呢，明信片里面呢，就还挺有新意的吧，是自己亲手写的一些毛笔字。还有这个 Todoist， 不过这个我是用电脑版的比较多，我在 iPad 里面也下载了，就是一个 To Do List， 是非常好的帮我去规划一天的生活和工作的一个 app， 在上面我会分门别类的都做好，然后给它用不同的颜色标记好，差不多就是这样吧。总的来说，我是非常喜欢我的 iPad 的。那今天的视频呢，都聊到很多推荐的 app 了，我就顺便把我手机里面推荐的一些 app 也跟大家聊一聊吧，就顺带录一个 What's in my iPhone 吧。我的封面呢是这个我自己写的一段话，是我给自己每天打鸡血的一段鸡汤。首先第一个界面就是平常用到的一些 Instagram 啊、相机啊、天气预报啊这些东西。第二个界面，第一个文件夹呢都是关于银行的一些 app， 没有什么好介绍的。然后第二个呢，关于照相的，虽然看起来挺多的，基本上用的最多的就是前3个。如果要拍实物的话，我就都会用这个Foodie来拍。平常我日常的照片呢，都是用自带相机拍完，在这个 Tezza 里面去编辑。类似的 app 应该会挺多的吧，但是我就用完它了之后就不想再换别的了。随便拿出一张这张照片，这个是原图，我都用免费的前面的2个这个 Vintage 或者是 Fresh 先弄一下，一般我会调到10、15这样吧。我一般喜欢对比度很低的那种感觉，我不喜欢色彩特别明艳明亮的那一种。
种，我喜欢色彩比较单一，看起来比较素雅的那种风格，所以我曝光都会稍微调低一点，亮度可能会调高一点，对比度最重要的，我一般把对比度都会拉到很低，其他的呢就大概调一调。然后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功能叫 Green， 就是会给你的照片加上一点点的磨砂感，一点点的颗粒感，不是特别高清的那种感觉，就非常有年代感的那种感觉。一般把这3个呢都做的数值差不太多，我觉得是比较好看的，然后就完事儿了。基本上我调色就是这样，非常的快，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前后的差别。这个 app 还有一个比较好的，就比如说你在同一个场景里面拍了好几张照片，你都想用差不多同样的调色，那我就可以把这个调色 copy 一下，把它运用到其他的照片里面，另外一张照片也都给它按照同样的调色调好了。我一般如果拍了一组照片下来，就把一张照片好好的调个色，其他的都给它 copy paste 就可以了，就非常的快。Insta size 我一般就用来拼图吧，就像现在这个都是有的时候想把2张3张放在一起发，其他的几乎我用的都很少。这第2页呢，其实这几个都是我最近才刚刚学习到的一些 app， 还没有具体使用过。像这个形影，好像是说它会给你一些构图的姿势，你就知道你把脸呀、把手啊放在哪里，然后就能拍出差不多挺漂亮的照片，那种傻瓜式的教你拍照吧。像这个 Focus 呢，是给你背景虚化的，像这个 Dashcam 呢，就是一个非常文艺的，模仿了各种胶片相机。这个 Nomad 呢，我觉得是用来遮眼睛的很好的一款 app。有的时候有没有那种一张照片你觉得整体都挺好的，就是眼睛或者是你的脸部不好看什么的，你想给它打个马赛克，那这一款就是一个非常潮的可以遮脸和遮眼的一个 app。就比如说这个，它就可以这样自动的把我的眼睛挡住，就还挺好玩的。下一个文件夹里就是跟出行相关的一些，这个 Spot Hero 还挺不错的，非常方便帮你找到附近的停车场，一般这里面的价钱会比停车场实际的价钱还便宜一点。再下一个 app 就是都跟视频相关的一些东西了，然后下面的这个呢就是一些社交媒体，旁边呢就是一些购物的 app。这个 Ably 是我经常在这上面会买一些韩国的衣服，它就很好的把所有的韩国网店全都集合在一起，这样我就不需要单独去各个家去买。而且现在呢，我发现它里面不只卖衣服，还有很多生活用品啊，它里面都有的卖。然后下面的这个 Onlychip 是韩国的一个卖家居用品的 app， 虽然我在上面买不到什么东西寄过来，但是有的时候没事会刷一刷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漂亮的东西，给它截图保存下来。在旁边的呢都是跟音乐相关的了，我一般在车里面听歌呢就都会用这个 YouTube Music。然后这个 Shazam 如果不知道的朋友，我觉得也挺推荐的，在路边听到一首歌曲特别想知道它的名字的话，你就可以去 Shazam 它就能帮你识别出来这首歌的名字。这些呢有点像是跟工作相关的一些软件吧，像刚刚说的这些 To Do List 啊，还有一些笔记啊。我会在手机里面也一直留着这个 23andMe， 它会时不时的根据我的基因更新一些信息，所以有的时候去看一下还挺好玩的，因为它的这个数据也在慢慢扩大嘛。如果有一些新的我基因组里面的亲戚的话，它也会马上告诉我，哦，你又有一些新的远亲。在下面呢就都是一些吃的东西，这是一个专门韩餐的食谱的 app， 在这个文件夹里都是一些跟运动和健康相关的，然后这里面的都是工具类的。 Scanthing 我也说过，这个 Candy Crush 应该是我手机里面唯一一个游戏吧，但其实我是非常不喜欢玩游戏的一个人，甚至可以说玩游戏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比较痛苦难熬的过程，我感受不到丝毫的乐趣。但有的时候真的就是需要打发一个时间的话，我会在手机里面留下一个游戏吧。在旁边就是一些学习类的吧，算是这个 Glow Pick 和下面的花黑可以去研究化妆品成分的，如果懂韩文的朋友的话应该是比较好的，可以看化妆品它都有哪些有害成分啊。下面的这个都是一些新闻。 Podcast 的话偶尔我会听一听，比较喜欢的这个应该也是大家都知道的，就是这个 How I Built This， 是我没事挺喜欢听的，它会分享很多品牌的创业故事，之前有 Dermalogica 的创始人过来讲他的创业故事，还有什么 Chipotle 啊 Panera， 就是还挺有意思的。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临走之前不要忘记帮我的视频点一个赞，并且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次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